Hello，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喽，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你们看一下什么样子最大的心愿即将实现哦。首先呢，来对应一下你们的主牌的能量哦。好，第一组的朋友 ，Floor Song。第一张牌好漂亮哦，大家有看到吗？它是一张华丽的地毯，然后这个地毯啊，它有破洞，有一些瑕疵，有一些损伤，但是在这个瑕疵跟破洞的地方哦，冒出了金色的光，金光闪闪。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哦？不完美的地方，缺点的地方，但是却闪着金光。这张牌就是宇宙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缺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其实那个正是你真正的力量的来源。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完美，而是来自于拥抱不完美。这个很像是日本独特的一个修复工艺、经济艺术哦，他们会把破损的陶器用金色的漆补起来，那这些裂缝啊，反而会变成整个作品最独特的一个亮点。所以其实你们的生命也很像是日本的这个修复工艺、经济艺术哦。过去你的那些失败，你的裂痕，绝对不是你的耻辱，而是你身上最美的一个印记哦。大家可以想一想，宇宙想要跟你沟通一件事情，在你过去的经历中，是不是曾经有一些记忆是你觉得因为自己某个地方不够好，你想要隐藏起来，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你感到很自卑。可能有些朋友你从小就不擅长表达，或是你曾经在一次很大的这个表现或是考试专案中你搞砸了，你因此就是责怪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好，这张牌想要跟你沟通一件事情，那一些让你感到自卑的时刻，其实都是你独特的故事。那些不够完美的地方，其实就是你在这趟人生旅程中用尽全力活下的证明。好，这张牌啊，它也带着丰盛女神的能量。丰盛女神在说什么？
他说啊，丰盛并不是零瑕疵的人生，而是你们能够把每一个阴影都转化成礼物。这张牌我觉得也触碰到了大家的海底轮哦。当你愿意稳稳的接纳自己，其实你就会感觉到内在的安全。好，当你打开了心轮，你就能更爱自己，也能够更加的吸引爱还有丰盛进入到你的生命中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光明跟黑暗的一面，当你拒绝自己的阴暗面，当你拒绝黑暗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一直跟自己拉扯，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是当你愿意把这些阴影正视它，整合它，其实你们就会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大家知道吗？你们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你自己人生的炼金术师。有些朋友你可能有一个愿望，但是你担心自己不够有经验，担心自己会失败，而这一张牌啊，其实就告诉你说，好，你就去吧。你以为的那些不够有经验，经验不足，可能正是让你可以更加的贴近，更加仔细的去观察，或者是更加能够灵活去应变的一种优势。也许你的不完美反而让你的产品更有人情味，更能够打动人心。所以你的缺点它并不是一个 bug， 而是你本身的一个特色哦。宇宙想要跟大家说，拥抱不完美就是你实现愿望的第一步。接下来这张牌哦，我们走过了第一步的接纳，宇宙带我们来到第二张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哦，一个人他走在狭小的螺旋的小径，他很像进入到一个骨髓一般的迷宫。这个路径很曲折，很昏暗，但是前方仍然有光在照亮。所以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当你接受了不完美，好，接下来的挑战就很像是走进这条窄路。这条路啊，它可能不见得是你想象中的康庄大道。有些朋友可能是你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后，你必须要去面对家人朋友不理解的眼光，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独自在深夜面对一些试炼、一些考验，或者是说在一段关系中，你可能必须要勇敢的去选择放手，勇敢的去面对分离的痛苦。有的时候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这条路好像很窄，窄到只能容纳你一个人走，旁边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你，甚至也没有任何捷径可以去代替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心境很像是走在一条狭小的道路上，你必须自己走。好，看到它是一个深入灵魂核心的试炼的旅程哦。只有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人才走得过去。它可能不是一条捷径，但是它绝对是你们拥有专注跟耐心可以通得过去的一条路。所以这张牌想要提醒大家，很多的朋友可能你现在在这条窄路上，你不需要急着向前冲，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很孤独，很迷惘，甚至你可能会想要放弃。首先请大家去允许自己感受这些情绪，去体会一下那种不确定的滋味哦。因为在这份不确定中，你的灵魂会变得更加的焦虑。慢下来，信任整个过程。真正的成长啊，不是往外冲往外跑，而是往内走，慢慢的走。宇宙其实会引导你，而且你们的不完美会帮你成为指南针，帮你避开陷阱，带你找到真正的宝藏。好，很棒耶！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内在的魔法 Inner Magic。 好，当你走过窄路之后，你就会发现魔法被点燃了。好，在牌面上我们看到天使的身影哦，它从我觉得很像是熔岩，这个闪着金光的熔岩，也很像是这种水面中升起哦。周围的这个风暴啊，
慢慢的在平息，它的光芒，天使的光芒越来越耀眼，而且它正在跟宇宙做沟通哦。大家知道牌中的这个天使是谁吗？它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声音哦。好，这个泥淖或是这个曾经困住他的这个沼泽，可能代表了你过去的限制、你的挣扎、你的低潮。但是现在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正在蜕变，你的光芒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一个给予，而是你自己从内在发出来的。这张牌的讯息非常的清楚，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的频率正在上升，你开始连接高我，开始吸引一些同步性的事件，你会发现宇宙好像在帮你铺路，对的人、对的资源自己会出现。比如说呢，你可能好像在找一个灵感，突然呢就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广告或是一些讯息，上面的字句刚好点醒了你，或者是你正在为某件事情烦恼，结果有人突然来电给你，给了你很需要的一个建议。某一些看似巧合的事件，其实都是宇宙在跟你说话哦。另外我觉得你们会经历某一种高峰体验跟能量的涌现，当你整合了自己的阴影，经过专注的内在修炼之后啊，原本你的疲惫跟低潮会转换成动力。所以我看见你们的振动频率上升，内在的魔法被点燃，你们就是自己的超级英雄。哇哦，很厉害的能量哦。我们再看到下面这张牌 The Calling of the Soul。 好，灵魂的召唤。好，来到这张牌啊，整个体的能量有一些不一样了。这张牌叫做灵魂的召唤，大家可以看到远处啊，其实有金光闪闪的神殿哦。好，那夜晚的灯光啊，让这个神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灯塔一样，整个画面给人感觉非常的庄严。这个神殿在这里背后啊，有它的另外一个影子。好，这张牌啊，告诉大家说，当你的内在魔法苏醒，你就会听到灵魂的召唤哦。我觉得大家的愿望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它跟你的使命、你的热情有关哦。这座神殿它代表你灵魂上的家园，是那个你一直向往但是却迟迟没有去的地方哦。宇宙想要问大家哦，你自己心里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好，那这个心愿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什么？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还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还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发自内心的感到喜悦，感到活着？这张牌想告诉大家，其实我觉得你们接下来或者说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它可能不只是一个工作或是兴趣，而是你灵魂来到地球这一趟旅程的真正的目的。灵魂的呼唤啊，它可能不会像闹钟一样很响亮吵醒你，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灵魂的低语，一种让你心跳加速的感觉哦。好，你们会找到生命中的意义，一旦你找到这个意义，其实你就能够承受或是解决生命中出现的一些难题。很多人感到迷失，是因为外在的生活跟他的内在价值观有一些冲突。那这张牌我看到，它其实在提醒你，你不见得要去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除非那个也是你自己想追逐的成功。回到你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这个才是你愿望的核心。那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过得有一些平淡，甚至有一些空虚，这张牌就在提醒第一组的朋友，你的愿望会实现。这个实现是你可以跟你的灵魂蓝图对齐，你可以获得真正的丰盛，你不需要去寻找你的使命，你的使命一直在你的心里，它在等你回家。好，那这张牌卡想要问大家说，你准备好听见这个呼唤了吗？你准备好跟随它了吗？我们看到下一张牌哦。好，
我们的下一张牌是 responsibility， 我们的责任哦。画面中啊是一棵大树，而且树干的形状，我觉得跟这个一个心形很像哦。那中间呢，很像有一个有火光的一个蜡烛的样子。好，周围啊盛开着花。这张牌的主题就是当你听见灵魂的呼唤，你就需要去接受，去回应它。那这个并不是一个负担，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力量的展现，因为你拥有回应的能力，就是大家你能够对你自己的梦想，对你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当你决定去回应灵魂的召唤，你就会需要为你的选择跟你的行动负起责任，包含了为你的情绪负责，为你设定的目标负责，还有为你每一天的行动负责。我看见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会有一个好像自律跟内在控制的概念，你会把主导权收回来，不再把责任推给环境或是其他人，你会感觉到更稳更有力量。有些朋友啊，比如说你的愿望也许是出版你自己的作品，那可能你遇到写作瓶颈的时候啊，一个比较外在控制的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写不出来是因为没有灵感，或者说我现在生活太忙了。但你们现在转换成内在控制，你就会说我现在没有灵感，但是我可以去散步，去阅读，或是我先写出一个草稿，总之我自己有办法，我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其实很多人抽到这张牌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压力降到自己的身上，因为责任它听起来很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这个责任它并不是包袱，而是你愿望能够实现能够落地的保证。为什么？因为你的责任就是要接收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只有你能够打开，你接收礼物并且把这个礼物打开，这个就是你的责任。你们要能够承担，才能够去装，或者说才能够去接收宇宙给你的祝福。你愿意把火焰守好，愿望才会真正的为你绽放。所以责任降临到你们身上，也代表说你有责任去回应心里的那个呼唤跟呼召。好，哇！我们的大天使麦克出现了，这张牌能量很强大哦。我们看到大天使麦克披着斗篷的身影哦，走在花海中，他好像抬头看着远方的美丽的花朵。好，这张牌的出现呢，代表勇气，代表保护，请大家感受一下这张牌的能量哦。当你选择走上灵魂的道路，承担起责任，你的身边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杂讯，来自其他人的质疑，来自过去的恐惧，甚至是你自己的内在批判。好，大天使麦克啊，他手里握着这个蓝色火焰的剑。这是一把断舍离的剑哦，它能够帮助你切断恐惧，切断一些不对等的关系，而且大天使麦克它也可以帮你清理掉一些会消耗你能量的习惯。所以这把剑它不是用来攻击别人，而是用来保护你的。它也很像是一把手术刀，精准的去化开那些不再服务于你的能量哦，可能是你一直以来都无法拒绝的一些社交应酬，或是你总是花时间玩手机，然后时间就这样过了的一个习惯。好，这张牌邀请你说，勇敢的运用这把剑，为自己的时间跟空间设下界限。很多人害怕说不，或者是说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过度的去承担，最后累垮了自己。但是呢，你必须要给自己空间去长大，你的界限是为了要保护你，让你自己有空间去长大。很多人会抽到这张牌的能量的时候，通常处于一个我觉得比较脆弱或者心理上需要支持的状态。那其实这张牌是来安慰大家其实你不是一个人，
大天使麦克他的保护已经在你身边了。好，所以在灵魂召唤你之后啊，大天使麦克会保护你，他手上的剑也会保护你，帮助你守住属于你的道路。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海报Between two worlds， 介于两个世界之间哦。画面中是好可爱的海豹，它们在水里很悠游自在的游泳。那海豹它可以在水里也能够上岸，所以它可以在两个世界中去变换。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可能你们正在处于一个过渡期。好，你可能正在经历一个转变，像是一个旧的身份、旧的生活方式正在结束，可能新的环境习惯还没有完全成型。在这个时期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像是站在一块浮冰上，脚下呢拥有旧的稳定感，但是前方啊是充满未知的海洋。但同时这张牌也在提醒你说，我觉得你们正在穿越、跨越旧的身份，准备去迎接一个新的身份。在这段过程中，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些焦虑，因为一切还没有稳定下来，一切还没有定型哦。好，在这个中间地带，你可能会觉得不稳定、不确定，但是这个阶段是很必要的一个重组期，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大家不需要急着去证明自己，你只需要像海豹一样在水里自在的游动，感受一下这股能量，这股流动的能量。你不需要急着去做些什么，而是你可以去感受一些什么，也就是说你可以帮自己设计一些好像过渡的仪式，比如说每天散步10分钟，或是冥想10分钟，或是一小段时间自我对话，或是每周1次的静心，或是运动等等的。这些小仪式能够帮助你把焦虑转化成稳定哦。你们正在长出新的能力，请给自己一些时间哦。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你新收到的这个礼物跟实现的心愿啊，它跟穿越2个不同的框架有关，从旧的框架到新的框架，或者是你可以在2个不同的地方很悠游自在的一个切换，在2个不同的时间线中可以如鱼得水的切换，就像海豹它在海里过得很好，在陆地上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表演的。所以你们有一种好像在2个时间线或是2个空间2种身份都可以切换自如的感觉哦。好，哇，这张牌好可爱哦。The Puffin 这张牌呢是小小的海鹰，小小的海鹰啊，它嘴里叼着一些花，然后它很可爱，小小的，但是它非常的有本事。这张牌的重点是什么？是资源跟机会。好，海鹰的嘴巴很小，但是它可以一次去叼很多的鱼，或是它可以一次咬很多的花。这象征着其实小小的东西就能够创造巨大的丰盛。在座的朋友啊，你们不需要很庞大的资源才能够开始，你们只需要善用你手边现有的资源，其实就能够创造出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可以利用身边现成的东西、人脉资源，宇宙会帮助你用身边现成的东西帮助你拼出新的路。你不用等到所有的资源都准备齐了才开始。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创造性限制的感觉哦。限制它并不是一个阻碍，而是创意的起点。当你觉得你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推动某件事情，去完成某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宇宙正在帮助你发挥巧思哦。
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没有钱，没有设备，没有条件，没有身份，没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不能够去完成我想要完成的一件事情。但是海鹰这张牌在告诉大家，现在你手里拥有的就已经足够让你开始了，不用等到完美的资源，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具足具备，你现在的这个小小的镯就真的很够用了。而且我觉得你们身上真的就是有一个亮点，就像海鹰一样，它小小的这个镯其实就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这个就是你突破困境的钥匙。你们内在的支点在哪里？你的人生的杠杆在哪里？那你们有没有找到撬动生命的那一个杠杆呢？接下来大家都会找到哦。很多时候，很多的朋友常常会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了。其实真正撑住一个人的，除了金钱、时间或是工具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核心的信念，就是支点。这个支点来自于你对于自己的诚实，你对于创造的渴望，你对于某件事情的热爱，你对于未来的信任。同样的，对于第一组的朋友来说，你只要找到那个支点，你就能够改变你的一生。你只要找到那个核心的信念，你就能够转动整个现实哦。这个支点就是你核心的信念跟初衷，而杠杆就是你当下运用的方法跟创意，而所谓的施力点就是你们的行动，所以一定要行动起来，踏出那个第一步，不需要等到完美才开始，你们绝对可以以小博大，去翻转，去转动命运。好，我们接下来看到，哇，我们的新的开始来啦！地平线的曙光出现了，哇！你们的天要亮了。前面说了嘛，你们会有一个支点，然后你可以去撼动你人生的杠杆，你可以去改变你的人生，你可以去翻转你的人生哦。所以翻转之后，新的开始要来了。你们已经学会运用手边的资源，现在啊，你要把目光放到前方，那一片金色的曙光，你们会有新的地平线。好，看到新的地平线中啊，有很多丰盛的能量跟希望的能量。当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去做出第一个行动的时候，后续的行动也会接踵而来。所以我看见你们可以把你的愿望具象化，你的新起点会出现，你的愿望已经进入到实现的阶段了。只要你开启前面的这个行动，整个世界会回应你，你会看到一切都不一样了。之前可能还在走窄路，觉得自己一个人很孤单，现在新的地平线，看见不一样的视野，所有的障碍都不见了，眼前是辽阔的天空，还有缓缓升起的太阳，感觉让人心旷神怡，一望无际。它是一种非常舒心的感觉。达到愿望之后，焕然一新，新的开始，你的新起点开始了。好，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 ，Tiger 老虎的智慧哦。好，这张牌啊很棒，它在说什么呢？丛林中的老虎啊，它的眼神很锐利，它总是在等待最完美的一个时机哦。最完美的时机是值得等待的。它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啊，会耐心观察、等待，直到最完美的时机出现。那一刻呢，老虎的出击啊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你们的愿望会在你们的神圣时机里实现哦。所以大家知道，宇宙想要告诉你，该等待的时候你就等好，该冲的时候也要往前冲。很多的观众可能走到一个阶段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呢？老虎的智慧在提醒你哦，好的东西是给懂得等待的人。当你把前面9张牌的过程走完，其实你已经具备了实现愿望所有的条件，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等待那个对的时间点哦。
这里啊，就给大家最后的祝福。其实我觉得时间到了的时候，你们的愿望不仅会实现，而且它会接踵而来，并不是说我只实现一个愿望，而是很多的大大小小的愿望。你会发现人生进入到新的开始，然后在这个新的开始中，所有的风向都是对你有利的。你可以准备好，比如说金钱啊，你可以准备好拿你家最大的盆子，拿游泳池出来接。它来呢，不是小小的来，它是大大的，让你可以盆满钵满这样子的能量，这样你可以改变人生。就像我刚刚说的，一个小小的支点，然后可以撼动整个地球。所以你们的心愿实现，它不是一个小小的改变、转弯、改动，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们会完全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在真的、对的、神圣的、完美的时间点出现。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哦。如果你对塔罗占卜或是灵性学习或是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让我们一起用塔罗丰富人生，改变人生。我们下支影片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一定会实现的愿望是什么？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主牌能量哦。第一张牌是 Recorded Love， 还有 Divine Discombobulation。好，第一张牌啊是被回应的爱，这张牌好甜哦。画面中有一对恋人紧紧依偎着，然后他们周遭有花朵的环绕哦。这个男生很像是一个战士，他们彼此很享受彼此的陪伴，然后非常非常的满足哦。所以第一张牌想要告诉大家，你们内心最深层的渴望，它不是单方面的一个付出，就是你们并不是单方的付出而得不到回报，你们会被宇宙或是其他人回应哦。这张牌象征的是爱的流动，所以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心愿不是孤单的，宇宙会有力量回馈给你。你可能曾经怀疑说，哇，我自己给出的努力、付出的心意，会不会只是石沉大海，没有人理解？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哦，你们的真心会被接纳，你的梦想会被支持，你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因为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旅程，并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它是一个双向的互动。你要的，宇宙它也想要给你，当你允许自己打开心，去接受这份爱跟资源，你会发现梦想的道路其实不再孤单哦。具体而言呢，我觉得在感情上啊，这是一张很好的祝福的牌。你期待的感情会有回应，对方会释出真心，或者是说一段情投意合的感情会到来，你会感觉到哇，我过去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了。对方对我也是有相同的感觉，也是同样的愿意在这段关系中投入真心还有时间，所以你的心动不再是单方面的。那在财富的能量上，我看见你们的努力会得到回报，有可能是升迁，或是业绩增加，或是某一个合作案形成。也就是说，你的专业跟你的付出不再被低估，而是获得了应有的价值哦。那在人际跟家庭上，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们的误会会一一被解开，本来卡住的一些僵局或是关系，它会重新的被流动起来。过去你跟某些人的隔阂，或者说某个人的隔阂会渐渐的消失，关系可以变得更加的紧密。其实第一张牌特别，我觉得是感情上的一个祝福，所以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其实恭喜你们在爱情上会有一个我觉得很圆满，或是说令你很开心的好消息跟回应哦。
第二张牌呢是神圣的混乱，这张牌其实很奇妙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动物在里面，然后还有奇形怪状的一些场景，有小丑在里面，好，有老鼠，还有这只是狮子，看起来乱七八糟的，但是这张牌的讯息是混乱中其实藏着神圣的秩序。其实第二组的朋友啊，也许你的心愿，或者说你走到现在，你会觉得好曲折，我的人生好像被搅得乱七八糟一样，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这么多事情突然的爆开来要我去处理，为什么会遭遇到比如说感情上的欺骗，或是诈骗，或是说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打乱了我原本的计划。但是不要害怕这些不确定，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宇宙也在帮你重组，就很像是你在组装一个巨大的拼图，一开始看起来东一块西一块，但是它最终会成型。每一步的混乱都有它的意义，你以为的障碍可能是在帮助你推动你找到一个对的方向可能当下情况真的很混乱，但是你的心愿依然在被实现的路上，所以混乱它并不是毁灭，而是一个重整。有些朋友，如果你在烦恼工作跟事业眼前的变动，如果出现了变动，它并不是坏事，而是可以帮助你把你带入到一个更适合的位置。比方说呢，你可能被调职，或是换了部门，或是你需要去转换跑道，你一开始可能感觉到很不安心，但渐渐的你会适应，渐渐的你会发现其实你是能够去发挥你的才能，你的专长的。有些朋友你跟某个人的感情的发展可能有暂时的误会或是冷淡，但其实呢，在关系重整之后也隐藏着继续发展的契机。再加上其实前面的这张牌结合，我觉得在感情上很可能有些朋友你们是经过混乱之后，大吵之后，误会之后，把话讲开了之后，彼此的关系会更好。比如说你经过一段的冷静期跟冷却期，反而会让你们彼此更看清楚彼此对彼此的爱，其实是很深刻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稳固。那有些朋友你可能有一些混乱的金钱状况，或是有一些债务，那这种混乱的财务状况也会逐渐的被清理，你们会迎来新的收入，或者是解套的方式，还有一些看似很纠结的账目，会在一场大整理之后找到一些清晰的解决方案。所以呢，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在混乱之中也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梦想正在成型。你看一下下面的牌。好下面的牌是有关于灵魂伴侣的牌，同频的灵魂。我觉得第二组其实你们的讯息还蛮明显的，你们跟你们的心愿会被回应。这个心愿我觉得跟这种感情爱的连接非常的有关系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一道彩虹还有两个人并肩的站着，所以这张牌象征着灵魂的磁场吸引你们绝对不会是孤单的，因为你们会吸引来同频的灵魂伴侣，志同道合的朋友跟伙伴。你们不需要一个人好像很孤独的走完一生，其实你会像一块磁铁，自然的吸引到喜欢你的人，他们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出现，给你力量，带来资源，甚至他会成为你梦想的共同创作者，一起协作，一起去完成你心中的梦想。彩虹呢，它是雨后的美丽的景象，所以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虽然寻找的过程很艰难，但是你最终会收获一份美好的连结不仅是收获美好的连结，你的灵魂伴侣还可能成为实现你梦想的重要的推手。好，在爱情上非常的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会遇到一个真正理解你的人，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稳定跟支持，这个人他可能不一定是你过去想象的样子，但是你们的心灵会进行深度的连接。好，在生活上我觉得你们会进入某一个群体或是
团队，或是你已经进入了这个群体跟团队，在这个团队群体中，你会找到归属感，你不再是好像可有可无的或是边缘人，你是绝对的被接纳、被欣赏。你们不是孤单一人的灵魂家族的伙伴，绝对会与你们同行哦。好，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你们的牌都有很多温暖的人际上的讯息哦。An instrument of divine will。好，这张牌是神圣意志的一个工具哦。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很美很美金黄色的天空，光芒照耀大地。好，你们其实很像是宇宙实现意志的一个工具，就是说你的愿望不是你一个人小小的欲望而已，它是和整个神圣意志相连的。你的心愿会实现，因为它符合更大的计划。你所想要的这件事情，它不只是对你自己好而已，它也能够去影响跟照亮其他人。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照顾好，它就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你把自己顾好，它就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更加的稳定。好，当你的心愿跟宇宙蓝图对齐了，背后啊，其实会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推动，你几乎不需要费力，事情就会顺利的展开。所以大家，宇宙想要跟你沟通哦，把梦想当成使命去走，不要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值得，是不是配得，因为你本来就是被选择来承载这个梦想的，你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不管你的梦想是什么，是大是小，或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它都非常的有意义。有些朋友，你的梦想可能只是就是照顾好你的家人，照顾好你的孩子。有些人的梦想可能是你想要去环游世界，有些人只是想要提早退休，财富自由，或是有些人你想要去推动一些什么样子的计划，你想要创业，你想要实现自我实现，被看见，不论是哪一种梦想，好，你本来就是被选择来承载这个梦想的，只有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具体而言呢，如果第二组的朋友，你心中渴望的是财富的话，我觉得你会得到一个与使命相关的收入来源，像是创业、教学或是服务，然后透过这样子的行动，你会带来金钱跟成就。也就是说，这份财富不只可以让你富足，它也可以让你身边的很多人受益。有些朋友看见你的事业会有一个突破口，你会被看见，因为你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有益。你的工作不再只是为了糊口，而是能够为别人解决问题，提供价值。好，我也感受到有些朋友，你的愿望可能跟灵性或是助人有关，那么你将会在这条路上受到更多的支持，甚至影响更多的人。好，也许第二组的朋友，很多的你们都适合去学习或是走灵性的道路。你会发现，你每一次的分享，每一次的付出，宇宙都会以更强大的方式回到你身上。当你自己跟神圣意志对齐的时候，梦想必然就会实现。好， The Downward Path。 哇，这张牌叫下降的道路。画面中有红色的帷幕跟光束，它是往下延伸的能量。它在讲什么呢？好，大家这张牌其实红色画面感很强烈，它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的梦想需要谦卑的落地。很多的时候你的心愿会在高处闪耀，但是要真正的实现，要怎么做呢？要往下，要去动手做，然后又走到实际的生活，具体的行动。这张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怕自己降低姿态，不要害怕去处理那些看似很繁杂、琐碎、无聊、很脏乱的一个细节。
唯有这样子，你的愿望才会生根。脚踏实地比天马行空更加的重要，所以你一定会实现你的心愿。只要你把你的梦想具体化，不再停留在幻想，你开始计划并且分步的去执行，把你的愿景化为实际的行动。所以这一条往下的道路，你看光在这里闪耀，这条道路就是把梦想落实的唯一的方法。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梦想执行的过程中，它可能不是这么的优雅，这么的光鲜亮丽，可是它却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有些朋友，如果你渴望实现的心愿是财务自由，我看见你会开始真正的存钱投资，建立基础，你的财富会累积起来哦。这不再只是一个空想，你会开始记账，你会开始研究理财，或是很多的朋友你已经走在这条路上了。那有些朋友如果你期待，很多的朋友应该期待是感情上、人际上的温暖跟连结哦。我看见你跟某个人会走向实质的承诺，比如说同居啊、结婚啊，共同规划未来，也就是说共同在一起讨论很多现实层面的细节，金钱啊，比如说生活有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需要去烦恼的各种事情，小孩子的教育等等的。关系不再只有浪漫的一面，它是建立在一个很实际的共同生活的基础上，但是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通往你想要的理想的这个关系当中。好，一些朋友，如果你在追求事业上的成就，我看见你们会找到具体可执行的计划，你们的梦想不再只是在纸上的这计划，而是实际的，你会有一些待办的事项，并且一一的去完成。所以这张牌我觉得很明显在告诉大家，你绝对必须要落地，你的梦想落地才能够实现。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弯下腰来去弄脏自己的身体，弄脏自己的手，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卑躬屈膝，或者说在感情中你不能一直是高姿态，你也要懂得去退让，去把自己的一些坏脾气磨掉，或是在某一些地方包容，这样子你才可以实际的把感情经营下去。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到下面的牌哦。The Siren， 好，这张牌是海妖哦，它代表着诱惑、渴望跟吸引。海妖的歌声啊，充满诱惑，让人没有办法去抵抗。我觉得你们的梦想也是，它有一种魔力，或者说你心中心心念念的这件事情有一个魔力，让你甘愿为它付出一切。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想要一份稳定的爱情，愿意为了这份爱情感情的连接去牺牲很多。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很强烈的想要脱贫，有很强烈的赚钱的动机，脱贫比脱单更重要。好，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其实欲望本身并不是坏事，当你正视你的渴望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推动你前进的动力。你的梦想其实它带着诱惑力，诱惑你去做很多的事情，但这个诱惑是好的。比如说在感情上啊，我觉得你本身散发出来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很像是海妖的歌声一样，让别人是心醉神迷，没有办法逃离你的手掌心哦，因为你本身是让你心仪的对象没有办法移开他的目光哦，也就是说你强烈想要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被你吸引，或者是说一段情投意合、很热烈的感情即将出现了。好，在事业上，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你的创意会吸引其他人的一个欣赏，进而带来一些合作或是舞台的机会。比如说你的作品的想法，或是你个人的展现，因为你的独特性，进而吸引到欣赏你的伯乐。好，在财富的能量上，我觉得会有一个机会，它会强烈的吸引你。这个机会会成为你好像收入突破的关键，可能就是这个机会，或者说这个想法、这个概念、这个点子，让你眼前一亮，你非做不可。然后你做了之后，你可以从中获利，让你的资产翻倍再翻倍。有这样子的讯息，它是一个强烈的吸引哦。你的渴望其实就是梦想的引力场哦。我觉得你们很强烈、心心愿愿
想要完成的这件事情，他也会热切的回应你。好，哇，这个你们又出现了这个灵魂伴侣的牌，我们看看1、2、3，哇，你们有3张哦。前面有被回应的爱、灵魂伴侣，然后都已经告诉你说你不孤单，然后企鹅的连接更进一步的印证你真的不孤单。而且你看牌面上这2只企鹅在冰天雪地中紧紧的依偎。那企鹅它是极度重视伴侣的动物，它们一旦认定就会彼此守护，携手终身。所以这张牌想要再告诉你，不管外在的环境多残酷，一旦你跟这个人连接上了之后，彩虹会祝福你，你们能够度过所有的考验。好，这张牌啊，有灵魂的契约跟守护。我觉得你们就是你跟这个人的连结哦，他会被守护。这个怎么被守护呢？还有一些灵魂家族的伙伴，他们也会帮助你们，在最重要的时刻支持你们。你会遇到灵魂层级连接的伴侣，他可能是上一世就跟你有过相遇，有过这种缘分，然后在这一世他在寻找你，你也在寻找他。你们的关系啊，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变得牢不可破。好，在家庭上啊，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会得到亲人的支持，度过难关。也就是说，可能是你重视的人，你重视的朋友，他会成为你最坚实的后盾。你会遇到愿意合作、愿意信任你的人，帮助你翻转现况。比如说，无条件相信你的贵人，他会提供给你需要的资源。好，这个灵魂的连接啊，它其实它的意涵很深。你看2只企鹅嘴碰嘴，然后中间这也很像是一个爱心哦。所以我觉得好多的朋友，是不是第2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心里一直都渴望一份真挚的感情、真挚的连接、真挚的爱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伴侣，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一直在期待这件事情，或者不管你几岁，你都没有放弃，或者说你期待现有的关系可以更加的温暖。好，我觉得这几张牌都告诉第2组的朋友，我真的在感情上，在人际关系上，你会得到回应，你的心会找到地方安放，有一个强烈的灵魂的连接，一个震动感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The Mermaid， 哇，它是美人鱼。这张牌讲的是神秘跟未知的呼唤哦。人鱼这张牌呢，我觉得它来到一个很深的层次哦。人鱼啊，从海底望着这个海面上的世界哦，这是一个未知跟直觉的召唤哦。可能他们也想知道海面上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你内心的渴望会引导你去做一些事情，即使你现在还看不清楚所有的细节，甚至你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可是我觉得你的直觉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未知啊，就是看不清楚，或是迷惑，或者神秘，它并不是危险，而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召唤力。比如说在感情当中啊，有些朋友如果你是单身的话，有一些邀约，你们可以去尝试，就是你不要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要很安全，你才要去展开这个连接哦。有的时候呢，你心里渴望爱情，你就会遇见一个怎么说，浪漫跟神秘的邂逅，因为它可能会超出你原本的期待，它可能在你舒适圈之外，但是呢，大家要去回应心中的这份渴望，你很有可能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见一个特别的人，进而展开一段奇妙的缘分哦。也许这个能量是跟水有关系的。好，那有些朋友啊，如果你的愿望是跟人生方向有关的话，人鱼代表说你会听见内在的声音，你内在的声音会带你走向更真实的道路，
过去那些让你感觉到迷惘的声音会逐渐的安静下来，而你内心深处的呼唤会越来越清晰。有些朋友你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被一个你从未想过的领域吸引，有点像是以前对这个东西没有想过，也没有兴趣，但是现在却投入到这个领域中，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新的方向可能会带给你巨大的成功，所以宇宙想要跟你们讲说，未知并不是一个阻碍，而是梦想，它在呼唤你去探索，去踏入这片未知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熊熊出现了 Bear You are the light， 你就是光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牌，你就是光。好，熊啊，这张牌象征着力量跟守护。这张牌清楚的告诉第二组的朋友，你本身就是光，你会去照亮你自己，跟照亮其他人哦。好，从人鱼的召唤到熊这张牌，讯息也很清楚，你们会有外在的支持，你们会有灵魂伴侣、灵魂家族的伙伴，但是最终实现梦想是靠的是你自己。你并不是等待梦想的人，你们是梦想的实践者，你就是那个能让奇迹发生的人。这张牌在赋予你力量，请你相信你自己内在的强大。举例来说，如果你想要财富自由，你们会靠着自己的力量坚持去累积财富，你可能会变得更有纪律，更加懂得如何运用你的专业跟资源去为自己创造更多的财富。有些朋友你会被看见成为领导者、关键人物，你的能力、你的光芒会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自然而然的被赋予一些更重要的角色。好，熊这张牌也提醒大家，我觉得你们已经完全具备了突破限制的能力。过去那些困住你的心魔，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束缚你了。你们即将展现出惊人的勇气跟力量，而且这个是很安全的，去好像把你内在的光完全的亮出来。你不要害怕，其实你们本身就是要闪耀的，你不要害怕说我会被看见，或者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怎么办？你们就是与众不同，你们就是注定不凡的。你觉得要展现你的光，这样子你的灵魂伴侣、你的灵魂家族的连接，他们才会看得到你啊，对吗？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 Kangaroo 袋鼠，这张牌讲的是勇气哦。好，袋鼠啊，行动跟勇气，你们的梦想会实现，为什么呢？就像袋鼠一样，你们有勇气去跳跃，去跨出那个栏杆。好，你们需要实际的行动，配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向下落地，你们真的需要实际的行动才能让梦想成真。这张牌我觉得在最后给你一个明确的指令，说好，你听完这组牌之后你就去行动吧，别再犹豫了，就是现在大胆的去表达、去说，或者说大胆的去尝试，跳脱舒适圈，去冒险，或者说如果你的心愿是和解，或是某一个困境的解决袋鼠提醒你，你会找到勇气去面对、去解决，并且迎来转机，主动的去修复关系，勇敢的做出改变，重新的让生活回到正轨，并且我觉得是更加的发光发热，展现出你本身就是光的存在。好，恭喜第二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的你们会在收获实现你梦想的道路上，然后也收获你的灵魂伴侣。你们有3张牌都是跟甜蜜的感情的支持有关哦，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在感情上真的不用担心，你们不会是孤单一个人，你们会有
能够互相依偎，晚上睡在一起的那个另外一半，而且是非常安心、彼此信任，而不是一段互相猜忌的关系。这是有关于灵魂约定的一个连结，深层的灵魂的印记。恭喜选到第2组的朋友咯。好，另外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对塔罗牌、灵性知识还有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起陪伴，一起成长。好，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3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哦。好，你们一定会实现的心愿是什么呢？首先呢，你们的主能量是 Service 服务哦。这张牌的画面呢，是一个充满光的殿堂哦，中央摆放着祭坛，然后旁边有一些贡品跟灯火，整张牌散发出非常庄严跟宁静的画面，仿佛有人在默默的祈祷还有奉献哦。好，这张牌一出来，其实就告诉我们说，这一组的主轴啊，我觉得是跟事业、使命还有财务上的稳定有关哦。我看见你的心愿啊，除了能够满足你个人所需之外，也能够去建立一个正向的影响力，去影响他人，去实现价值。也就是说，你的付出能够对你身边的人、你所爱的人，还有整个世界产生正面的影响，有点像是你把你自己照顾好，把你的身边重要的人照顾好，那连带的他们的涟漪扩散出去，跟他们互动的人都会感觉到正向的能量，都会受到他们所影响，这个就是你所散发出去的一个影响力。好，灵性上我觉得你们是带着一种服务的能量哦。你的事业或是你的财富，如果能够真正带给别人帮助的话，你的梦想会更快的实现。它有一种付出就是收获的能量循环，你给出的价值越多，宇宙回馈给你的越多。我觉得在事业上，第3组的朋友，你们会找到一条符合你灵性使命的道路。它可能是创业，可能是转换跑道，或者是把你的才能用在能够帮助其他人的领域上。好，在财务上，你的收入会因为你的价值被看见而提升，这并不是一个好像就是一闪而过的幸运，而是你真正的提供服务，你长期持续的提供这样子的服务，你真心为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钱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向你。如果你的焦点是人，帮别人解决问题，钱自然而然的就会流向你。在生活上啊，你感受到的不再只是我得到了什么，而是我能够带给别人什么。我看见有很多的朋友，你们会开始为爱去奉献，为身边的人奉献。好，瞄准神性哦。好，这张牌啊，画面的中央是一个金色的曼陀罗，非常的漂亮，充满神圣的能量。这张牌告诉我们说，第3组的朋友，你们的心愿一定会实现。我看见你们很多的目标，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欲望，而是跟你们更高的使命对齐。好，真主牌核心的讯息哦，很多朋友啊，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我就是兼点小差，随便找份工作，多赚一点钱，可以糊口就好。而是我觉得你在找到一条对准灵魂的道路，一份能够带来成就感跟意义的事业。这张牌在引导你，把眼光放远，去追寻那些能够让你感觉到灵魂满足、充满热情的目标。好，在事业上，你会开始对准一个更高的目标，也许是带着使命感的跳升、创业，或是公益相关的计划，或是能够影响更多人的工作。在财务上，你们的收入绝对会提升，因为当你走在使命感的道路上，资源会自动的流向你。你会发现，当你真心付出的时候，机会、贵人、金钱都像是被磁铁吸引到一样，自然而然的都到你旁边来了。在心灵层面上，我觉得第3组的朋友，你不再感到迷惘，因为你清楚的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当你对准神性，你的内心其实就会有无限的力量。
哇，非常不一样的能量哦，跟前2组都不大一样。Process of illumination。好，第3张牌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哦。在牌面上，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发光的身影哦，他的表情非常的享受，他被火焰跟光芒围绕啊。这张牌的能量很强烈哦。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觉醒跟启蒙的过程，你们不需要急着追求最终的结果，因为每一个学习的过程都是梦想的一部分。可能这段时间宇宙正在锻炼你们的能力，让你能够去承载未来的成功。所以每一次的挑战，每一次的摸索都不是阻碍，而是宇宙为你量身打造的成长课程。好，比如说有些朋友，你可能一开始会在事业上遇到挑战，但是每一次的失败都在帮你累积经验，最终让你找到最适合的方向。在财务上，我觉得金钱管理的能力会让你的生活越来越稳定。在整体的方向上，你们绝对会有新的觉悟跟新的领悟，知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在每一个觉醒的过程，你都更加靠近你的梦想，你都更加靠近真实的你自己。而且这个觉醒有一种带着答案的感觉。很多时候，你们现在当下在困惑的事情，或者是有些时候也说不清楚究竟困扰你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能问问题还是好的，有些朋友是你连问问题可能都不知道怎么问，但你就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现在这些东西不清楚的部分，它都会被照明，都会被点燃，都会被看见，你的疑惑也会被解开。好，接下来呢是你快乐的泉源。这张牌真的我觉得很棒，很厉害。这张牌的画面呢，就是涌泉喷涌的泉水充满活力跟流动感。你们的梦想为什么会实现？因为你本身就是能量的泉源哦。我觉得你们有一种我玩得很开心的同时，我又实现了我的梦想。回到内心，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力量。你学会去看见从自己身上涌出的灵感跟动力，你的事业、你的财富能量自然而然的会被带动。所以这张牌在邀请你去发掘你内在的宝藏，你的天赋、你的热情、你的独特之处，这些才是你最珍贵的资产。好，有些朋友你会开发你自己的才能，靠着你的创业或是专业去打开新的局面，比如说你的谈判手腕，你去要求加薪，或是你能够跳槽等等。在财务上，你可能会有新的收入来源，这个收入来源是来自你自身的创造力，比如说你设计的产品，你写的内容等等，你创造的东西都会为你带来丰盛的回报。那在生活上，我看见你们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快乐，不再被过去限制，而是有持续的新的突破。你们的内心就是梦想的泉源，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第3组你们会带着使命感往前走，瞄准你的目标，瞄准你的梦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很快乐，就像跳舞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会获得快乐、喜悦，然后还有启蒙的一个过程。好，接下来再看到我们下面的牌的 Anchor 是锚哦。这张牌呢，画面是锚它落在海底，而且这个锚它已经落下很久，因为它上面都有一些海星还有一些小小的生物寄生在它的上面哦。好，有海草珊瑚等等的。这张牌象征的是稳定的一个地基，所以代表说你们所追寻的、所寻求的，并不是一个短暂的刺激，而是要脚踏实地。只要你愿意持续的累积，你就能够拥有长久的稳定。我看见你们会把基础打好，当你把基础打好之后，你梦想的大船就能够航行得更稳更远。好，
很多的朋友在事业上，你们可能在蹲马步，在逐步打下稳定的基础，然后渐渐的你就会找到长期稳定的运营方式、客源或者是一个事业的方向。有些朋友你会把你赚的这些财富用来去稳定你跟你周遭的人，你心爱的人的生活，你的家人的生活，然后你们的财务投资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稳定，你会感受到安全感。而在生活上啊，有些朋友你不再飘荡，你有一个能够安心停靠的一个归属感，这个归属感可能是来自于一个稳固的感情、稳固的家庭，或者是一份让你感到踏实的工作，或是有些朋友你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的健康状况啊，他有一种就是不会往不好的地方发展，一切都在可控的范围下，让你可以安心下来，就是一切的这个变化是可控的，或者说每一次的回诊检查，你不再担心跟提心吊胆，有一个你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可以安心的停靠的感觉哦。好，我们看到下面的2张牌，北极星，它跟指引有关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北极星。明亮的星星，北极星在夜空中指引这些航行的船只哦，让他们不至于迷失。同样的，北极星也在指引第3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已经找到方向了，你们已经不再迷惘了。人生有时候就像航行，北极星是那一颗永远不会消失的指引。只要你往前走，即使过程是曲折的，可是你看着北极星，你最终都会到达目的地。这张牌带给你一个很确信的平静感，因为有了北极星，你真的不用害怕迷路。你知道你的每一步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样的，在你的事业中，在你的家庭中，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你的北极星是什么？好，有些人可能找到自己的使命方向，然后并且会有人来引导你，像北极星一样，他是一个导师。比如说在财务上，你有一个很清晰的计划，有系统的累积财富。在人生上有北极星的指引，你不再感受到漂泊，你终于找到那一条回家跟回归的路，有了方向，你的梦想就一定会到达。好，第2张牌啊，跟好消息有关哦，它是金鱼的尾巴哦，金鱼的尾巴。金鱼的尾巴啊，它掀起浪花，而且金鱼的尾巴很大。这张牌在讲什么呢？哇，你们会有一个巨大的幸运的力量在保护你。这张牌就是好运跟保护。大家其实不用害怕，因为我觉得你们就很像是被大金鱼守护的小船，你们会被带到安全的地方。这张牌其实很像是宇宙给你的一个惊喜大礼包，里面呢充满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跟好运。就是当你觉得你很需要好运的时候，就把这个大礼包打开来，去看一看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用得上的。在事业上呢，有贵人会出现，为你打开一扇门。在财务上会有一些意外的好消息，这个就代表一些偏财运或是红利分红的一个象征。那你们还会有幸运星的加持，也就是说你的期待不会落空，你们有了幸运，有了保护，在走这个完成使命的道路上。我们看一下最后的2张牌哦。这是善良的小黑羊，画面中是一只黑羊哦，它带着温柔的能量啊。你们为什么会幸运受到保护呢？因为你们的内心善良，我觉得这个是你的福报这张牌解开了，就是为什么宇宙对你那么好，为什么有好运气啊，然后有北极星，有贵人帮助你，因为你们的善良得到回报，这个是你的福报。你可能曾经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觉得自己孤单不被理解，或者是说为什么遭遇一些打击等等，但是你的真心跟善意会吸引到对的人，对的支持，让你
的整体能量是提升的。你不需要隐藏你自己的独特，你的特别正是吸引到同温层的关键。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跳脱同温层，但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你反而要跟同温层待在一起，因为你们是善良的，你的善良会吸引到同频的善良的人。好，那这边呢，我也看到了你们的善良善意会带来好消息，因为可能被你帮助过的人回馈你，就是他曾经受到你的帮助，现在他要来回馈你跟感谢你，或者是你无意中的一句话帮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一个关键的角色，然后你也因此获得了幸运的很大的一个机会。然后我看见你们独特的才能会被发掘，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会成为优势，就像这只黑羊一样，可能很多的羊都是白色的，但是它是黑色，这个地方它的颜色就成为它的优势。而且大家看到没？黑羊上面头上也有一颗北极星，不论你们在哪里，北极星都在引导你。在人生中，你会找到真正接纳你的人群，不再孤单哦。你本身的真诚跟善良就是最好的吸引力。好，我们下面看到这个白色的狗狗哦，那周围啊还有一些小朋友的玩具，还有袜子等等。我觉得这象征的是一个内心的平静，就是这只白狗啊，它非常安心的躺在家里，这个就是它的家。第一个，你们会有，我觉得像是中心的宠物，或是你们的家里是会有烟火味，可能会有这种小孩子啊、狗狗啊吵吵闹闹的气氛，但是它是一个就是有人在流动、在说话、在谈话的感觉。好。这只白色的狗狗散发出一种安静的气氛。这张牌给你的讯息是，你会找到内心的平静，你最终会找到内心的平静哦。前面谈的外在的事业跟财富，它很重要，你们也都会拥有。但我觉得最后你寻找的成功是内心的安定跟安心。一夜好眠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当你找到内心的平静，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值得了。这张牌是你们整副牌的一个终点，整个旅程的一个结尾牌，所以我看见你们即将到达一个境地，是不再焦虑，不再追逐，你所想要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你身边，不再竞争，不再比较，一切都在你身边了。好，比如说你在一个工作上，它是可以长长久久安心的发挥专长的环境，这个工作不单单只是为了赚钱，而是让你感到踏实跟满足。然后在人生在财务上，你拥有安定，一种你觉得很怎么说呢，舒心的生活方式。你不再需要为了很多事情毛毛躁躁，不再为了很多的小事担忧。你们会获得，我觉得很大的成功就是内心的平静。每天早上醒来呀，你不用赶，不用匆匆忙忙的，不用烦恼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获得内心的平静。即使跟自己在一起，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也非常的好。这个就是你们获得，我觉得最大的成功。好。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讯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值得深思。为什么宇宙今天跟我们讲这些话哦？最后呢，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哦。那另外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你想要学习塔罗牌、灵性成长、灵性探索，或是显化法则，想要去透过塔罗这个工具来指引自己的人生，或是有一种自我对话的工具的话，也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可以在这条道路上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陪伴。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